我们整整错看了太阳系这颗神秘星球近40年。它明明是太阳系里温度最低的行星，却拥有着堪比太阳表面的滚烫内部核心。明明远看是一颗平滑死寂、毫无特色的淡蓝绿色球体，却在云层之下酝酿着能席卷整颗星球的巨型风暴。它侧着身子绕太阳运行，磁场歪到偏离常规认知。这颗长期被人类忽视的第7大行星，到底藏着多少足以颠覆我们对太阳系认知的宇宙秘密？接下来，我们就一步步揭开天王星被误解近半个世纪的真相，读懂这颗太阳系最怪异行星的所有隐秘。大家好，我是云仙。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天王星在人类的天文认知里都是一个毫无存在感的透明人。1781年，天文学家威廉·赫歇尔第一次发现了这颗遥远的星球。从那之后的近200年里，人们对它的印象始终停留在最浅层的表象，一颗距离太阳无比遥远的淡蓝绿色星球，温度极低，表面看起来平静无波，没有木星那样斑斓的云带，没有土星那样耀眼的光环，也没有海王星那样醒目的风暴，就像宇宙中一颗安静漂浮的冷色玻璃球，平淡到让人提不起探索的兴趣。在传统的行星分类里，天王星被归为冰巨行星，这个名字让人们先入为主地觉得它就是一颗由大量冰冻物质构成的死气沉沉的星球。人们默认它的大气没有活跃的气象活动，内部结构简单规整，磁场和其他行星一样规律，自转轴也和地球、木星等星球相差无几，是太阳系8大行星中最安分守己的一个。这种片面的认知在人类的脑海里根深蒂固，直到一次短暂的太空探测，让这种误解被暂时固化，也让后续的颠覆式发现显得更加震撼。1986年1月24日是人类天文史上为次近距离接触天王星的日子。旅行者2号探测器飞掠这颗星球，最近时距离天王星的云顶仅有81000公里。这是人类第一次，也是截至目前为自派出探测器造访天王星。在此之前，我们只能通过地面望远镜远远观望，所有认知都来自模糊的观测数据。旅行者2号的这次飞掠时长只有短短几个小时，而天王星绕太阳公转一周需要整整84年。这意味着人类用几个小时的观测去定义一颗84年才完成一次4季轮回的星球，本身就藏着巨大的误差。探测器传回地球的影像里，天王星是一颗均匀的淡绿色球体，表面平滑的没有一丝褶皱，看不到任何明显的云层、风暴或是纹理。和木星的狂暴、土星的绚丽比起来，它就像一潭死水。当时的科学家们看着这些影像，更加确定了此前的认知，天王星就是一颗没有气象活动、没有地质变化、全程处于静止状态的星球。可所有人都忽略了一个致命的问题，旅行者2号抵达的时机恰恰是天王星最安静的时刻。1986年，天王星的南极几乎正对着太阳，南半球正经历着长达数十年的夏季，持续的光照让大气活动变得平缓，而北半球则完全陷入黑暗。长达数十年的极夜让这里没有任何光照引发的对流，整颗星球呈现出一种虚假的平静。我们就像在一个人熟睡时偷偷看了一眼，就断定他一生都不会说话，不会活动。这种以偏概全的观测让人类对天王星的错误认知又延续了近40年。直到天文观测技术不断进步，太空望远镜陆续升空，我们才终于在不同的季节、不同的角度看到了天王星真实的模样，那些被隐藏的秘密一点点浮出水面。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哈勃太空望远镜开始长期监测天王星，
不再局限于某一个瞬间的观测，而是跨越数年、数十年，追踪它的季节变化。2007年，天王星迎来昼夜平分点，南北半球开始交替接受光照，这颗星球的大气活动突然开始变得活跃起来，就像沉睡的巨人缓缓睁开了眼睛。原本平滑的表面开始频繁出现明亮的甲烷云，风场系统开始发生明显的偏移，大气中的对流结构变得越来越清晰，那些曾经看不到的纹理、云层一点点显露出来。2023年，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拍下了天王星的高清影像，画面里的北极区域环绕着一层浓密又明亮的光环，这是长期光照下大气中的光化学气溶胶不断累积形成的痕迹，而曾经对着太阳的南极已经开始慢慢变暗，即将进入长达数十年的冬季。这些观测结果彻底推翻了此前的结论，天王星从来都不是一颗安静的星球，它只是变化的节奏远远慢于人类的耐心。人类的一生不过100年，而天王星的一个季节就长达20多年，一次昼夜交替就要等上数十年。我们用人类的时间尺度去衡量它，自然会觉得它一成不变，就像我们盯着一棵大树看1分钟，觉得它纹丝不动，可放在10年的尺度里，它早已枝繁叶茂。红外探测数据显示，天王星上层云层的温度始终在零下214摄氏度到零下224摄氏度之间波动，这个温度低到超乎想象，比我们地球上实验室制造的极低温还要低，比距离太阳更远的海王星还要寒冷，是太阳系里温度最低的行星大气。可即便温度极低，随着阳光在84年的公转周期里不断转移，天王星的高空风依旧会发生剧烈变化，部分纬度的风速能达到每秒250米，换算下来就是每小时900公里。这个速度比地球上最快的超强台风还要快3倍，比高铁的最高时速还要快出2倍多。狂风在云层下肆虐，只是我们在表面看不到而已。一次时机错误的短暂观测，就让我们彻底误解了一颗星球的本质。这也让我们开始好奇，在天王星淡绿色的云层之下，到底还藏着多少我们从未想象过的奇特结构。而它最与众不同的地方，首先就体现在它独一无二的运行姿态上。在太阳系里，所有的行星都像是微微倾斜的陀螺，一边自转一边绕太阳公转。地球的自转轴倾斜角约 23.5 度，木星只有3度，火星约25度，都保持着相对端正的姿态。可天王星完全不同，它的自转轴与公转轨道平面的倾斜角达到了 97.77 度，这意味着它不是站着绕太阳运行，而是几乎整颗星球侧躺着，在轨道上一路打滚前进。这种极端的倾斜带来了太阳系里最极端的季节变化。天王星绕太阳公转的84年里，它的2极会交替几乎正对太阳，当一极对着太阳时，这个半球就会陷入连续近40年的白昼，阳光不间断地照射在大气上层，让太阳能不断累积，而另一半球则会陷入近40年的极夜，完全没有阳光，被无尽的黑暗和寒冷包裹。想象一下，地球上的一天只有24小时，昼夜交替让温度保持相对稳定，而天王星的一极连续40年被太阳晒着，另一极连续40年不见天日，这种极致的温差会触发星球上最强烈的大气对流。大量气体以每秒数百米的速度剧烈流动，形成了独属于天王星的全球环流系统。和木星平行的云带不同，天王星的大气结构会随着季节呈现出对称的形态，光照带来的光化学反应会在高层大气生成气溶胶，改变阳光的反射方式，让它的外观随着季节不断变化。这种极端的自转轴倾斜
不仅影响了天王星的气候，还改变了它的行星环和卫星的运行状态。天王星的行星环几乎沿着赤道平面分布，因为星球侧躺，行星环也跟着近乎直立在公转轨道上，和土星的行星环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姿态。而这样极端的倾斜根本无法用常规的行星形成理论来解释，这也让科学家们开始猜测，在天王星的远古时期一定发生过一场足以改变它一生的宇宙灾难。在太阳系形成的早期，大约30到40亿年前，整个太阳系还处于混沌状态，无数天体在空间中无序运动，碰撞是家常便饭。科学家通过动力学模拟推测，当时的天王星很可能和一颗质量是地球2到3倍的巨型天体发生了一次斜向的剧烈碰撞。这次碰撞的威力足以彻底打乱天王星的内部结构，却没有把它直接撞碎，就像一颗鸡蛋被侧面重击，蛋壳没有破裂，内部的蛋清蛋黄却彻底搅乱了。而这次碰撞也直接把天王星的自转轴撞歪，让它从此开始侧躺着绕太阳运行。这个远古的行星灾变成为了天王星所有怪异特征的源头，也让它变成了一颗被封印的星球。之所以说它被封印，是因为天王星身上另一个让人费解的谜团，它的内部明明拥有巨大的能量，表面却冷到极致，成为太阳系最冷的行星。在行星物理学的规律里，木星、土星这样的巨行星都会向外辐射大量的内部热量，这些热量来自行星形成时残留的余热、引力收缩产生的能量，或是内部放射性元素的衰变。按照经典的内部结构模型，天王星的中心是一颗岩石内核，温度能达到5000摄氏度，这个温度和太阳表面的温度相差无几。内核外面包裹着一层厚厚的冰幔，由水、氨、甲烷在极端高压下形成，地幔底部的压力接近600吉帕斯卡，最外层是氢和氦组成的气态大气。这样的结构意味着天王星本应该和木星、土星一样，不断向外释放内部的热量，表面温度不应该如此之低。可实际观测却发现，天王星几乎没有向外辐射多余的热量，表面始终保持着零下224摄氏度的极寒，成为太阳系里的冷极。而那场远古的巨型碰撞恰好能解释这个矛盾。碰撞之后，天王星的内部圈层被彻底打乱，原本能高效传输热量的结构变成了一层厚厚的宇宙级隔热毯，内核产生的巨大热量被死死锁在星球深处，无法传递到表面。这就像一个滚烫的暖水袋被裹上了一层完全隔热的材料，外面摸起来冰冷刺骨，内部却滚烫异常。除了碰撞带来的隔热层，天王星内部的化学分层也进一步抑制了热量的传递。行星内部的地幔无法充分混合，大规模的对流被抑制，热量没办法通过，对流向上输送。不是天王星没有内部能量，而是它根本没办法把能量释放出来。在天王星内部，数百万个大气压的压力和数千摄氏度的高温，让物质呈现出地球上完全不存在的奇异状态。科学家通过超强激光在实验室里模拟这种极端环境，发现水会变成一种叫做超离子冰的物质，氧原子形成稳定的固态晶格，氢质子则像液体一样在晶格中自由移动。这种物质兼具固体的形态和液体金属的导电特性，是一种完全超出日常认知的奇异物质。这些发现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冰巨行星这个定义。我们一直以为天王星是由大量冰冻物质构成的，可这里的冰根本不是地球上的冰块，而是高压高温下的奇异流体。最新的内部结构模拟还显示，天王星内部的岩石物质占比
可能远远超过我们之前的认知，甚至有可能岩石成为了它的主要成分，而不是冰。这直接改写了我们对冰距行星内部结构的认知，也动摇了传统的太阳系行星形成理论。按照太阳系形成的标准模型，天王星和海王星这样的冰距行星应该先形成岩石内核，再吸附冰和气体圈层。可天王星的岩石占比异常，内部结构混乱，都在告诉我们，行星的形成和演化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复杂。一场远古的碰撞就能彻底改变一颗星球的一生。如果说极端的自转轴倾斜和极致的温差已经让天王星足够怪异，那它的磁场更是太阳系里独一无二的存在，甚至可以用离谱来形容。1986年旅行者2号飞掠时搭载的磁力计探测到了天王星的磁场，数据让所有科学家都感到震惊。地球的磁场和自转轴几乎重合，木星、土星的磁场也都相对规整，而天王星的磁场与自转轴的夹角达到了59度。更夸张的是，磁场的中心和天王星的行星中心偏移了近1/3的半径。这就像一个灯塔，灯泡没有装在正中心，还被歪着安装，灯塔转动时光线会毫无规律地扫向四面八方。天王星的自转速度很快，完成一次自转只需要17小时14分52秒，每自转1周，倾斜又偏移的磁场就会像歪掉的灯塔光束一样，在太空中胡乱扫射，把整个磁层扭曲成螺旋状，磁力线被不断压缩、拉伸，变得极不稳定。天王星的磁层是一个完全不对称、每时每刻都在变化的系统，和地球稳定的磁层截然不同。哈勃望远镜的观测还发现，天王星的极光不会固定在地理两极附近，而是出现在意想不到的位置。2023年的红外观测数据显示，天王星的极光辐射和常规偶极子磁场预测的位置完全不匹配。科学家通过内部模型推测，天王星的导电层并不像地球一样位于核心区域，而是存在于中间的地幔层。这里的超离子冰和高压流体形成了强大的电流，让行星内部的发电机效应以一种完全不同于地球的方式运行。这种怪异的磁场不仅让天王星的电磁环境变得复杂，还会和高层大气相互作用，引发更多我们无法预料的化学变化。长久以来，我们以为天王星的大气平静无波，可事实上，它的大气是一个被季节操控的、缓慢却狂暴的系统。天王星的大气主要由氢和氦组成，还有大约 2% 的甲烷。正是甲烷吸收了太阳光中的红光，反射出蓝绿色的光线，才让天王星呈现出独有的淡蓝绿色。它的大气有着清晰的分层，底部是对流层，中间是平流层，最上方是热层。热层因为吸收宇宙辐射和高能粒子，温度能超过500开尔文，和下层的极寒形成鲜明对比。大气中的风沿着纬度流动，形成隐蔽的大气带。这些风带不像木星那样显眼，却藏着惊人的力量。2014年，夏威夷的凯克天文台在 2.2 微米的红外波段观测到了天王星有史以来最明亮的风暴。一团巨型云团突然爆发，反射的光线占到了天王星总反射光的近 30%， 就像一颗平静的星球突然睁开了一只巨大的眼睛。这场风暴的形成和地球的雷暴云有着相似的原理。在天王星大气的深处，温度和压力达到适宜条件时，甲烷会凝结成冰晶，凝结过程中释放的前热会驱动大气对流，只不过这种对流的规模是行星级别的。对流单元会穿透多层大气，把深层的物质带到高空，形成明亮的甲烷云，
而随着季节变化，这些风暴会不断出现、消失，遵循着天王星独有的慢节奏。2018年，科学家通过光谱分析，在天王星大气中发现了硫化氢云。这一发现让天王星的大气化学变得更加复杂。它的云层按照高度分层，最高层是甲烷云，下方是硫化氢云，更深处还可能存在水冰云，多层云系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我们从未完全摸清的复杂大气系统。天王星就像一片浩瀚的深海，平时海面平静无波，可深海之下暗流涌动，巨浪随时可能爆发，只是它的变化周期太长，人类很难完整观测到一次完整的气象过程，才会误以为它毫无生气。跳出天王星的云层，我们会发现它的卫星和行星环系统同样藏着无数秘密，记录着这颗星球的整个演化历史。截至目前，人类已经确认天王星拥有29颗卫星，还有一套暗淡到极致的行星环系统。其中5颗最大的卫星占据了整个卫星系统的几乎全部质量，它们分别是米兰达、阿里埃尔、乌姆布里尔、泰坦尼亚和奥伯龙。泰坦尼亚是天王星最大的卫星，直径约1578公里，奥伯龙紧随其后，直径1523公里，阿里埃尔直径1158公里，乌姆布里尔直径1169公里，而米兰达是5大卫星里最小的，直径只有472公里，却也是最怪异的一颗。旅行者2号传回的影像显示，米兰达的表面就像一个被打碎后又强行拼接起来的马赛克，布满了不规则的峡谷、悬崖和断层，仿佛经历过无数次剧烈的地质活动和碰撞。阿里埃尔的表面则相对年轻，撞击坑很少，遍布着数百公里长的峡谷和深沟，说明它在远古时期很可能存在过活跃的地质运动，甚至有过表面更新的过程。最大的2颗卫星泰坦尼亚和奥伯龙表面都有长达数百公里的巨大裂缝，科学家推测这是卫星内部冷却收缩时表面被拉裂形成的痕迹。还有热模型认为，如果远古时期有足够的潮汐能量，这些卫星的水冰外壳之下可能存在着地下海洋，只不过目前还没有找到直接的证据。天王星的行星环发现于1977年的衍星现象，和土星明亮宽大的行星环不同，天王星的环又细又暗，反照率低于 2%， 比煤炭还要黑，几乎能吞噬所有照射过来的光线，是太阳系里最暗淡的行星环系统。这些行星环和卫星一起保留着天王星系统的动力学历史，它们的轨道形态印证着远古碰撞的痕迹，也记录着行星形成初期的混沌状态。很多人觉得研究天王星这样一颗遥远的星球对地球没有实际意义，可事实上，天王星是我们解开宇宙行星奥秘的关键钥匙。截至目前，人类发现的系外行星里，绝大多数都是和天王星、海王星体积相近的星球。天王星不是太阳系里的特例，而是宇宙中最常见的行星类型的原始样本。我们对天王星的每一项研究都能直接应用到系外行星的探索中。天王星大气中的甲烷吸收光谱是科学家校准系外行星大气光谱模型的重要参考。我们只有弄清楚甲烷、氨、氢在天王星极端环境下的状态，才能准确解读数百光年外系外行星的大气成分。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对天王星的观测数据已经被用来优化系外行星大气成分的提取算法，让我们能更精准地认识宇宙中的其他星球。现代行星形成模型认为，天王星大小的行星会先形成10到15倍地球质量的岩冰内核，再吸附氢和氦气体，
可天王星的内部结构、岩石占比、碰撞历史都在让这个模型不断完善。甚至有科学家推测，天王星在远古时期可能在太阳系中发生过轨道迁移，它的移动不仅影响了自身的卫星系统，还可能参与塑造了地球的形成环境。宇宙中还有很多热海王星系外行星，它们体积和海王星相近，却近距离绕恒星运行，公转周期只有几天。我们无法近距离观测这些系外行星，却可以通过研究天王星，模拟这类行星在不同环境下的演化过程，解开更多宇宙行星的谜题。天王星早已不是一颗被遗忘的遥远星球，它是我们探索银河系行星系统的核心样本，是读懂宇宙行星形成规律的关键。近40年的误解，让天王星被尘封在人类天文探索的角落，而新的观测和研究让它重新回到了我们的视野。未来10年，人类对天王星的探索计划正在从构想变成现实，专门的轨道探测器、深入云层的大气探测器都在逐步研发。我们即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长期全面地探索这颗神秘星球。承认我们曾经错看了天王星，不是科学探索的失败，而是人类认知进步的必经之路。在浩瀚的宇宙面前，人类始终是渺小的，我们的认知总会被新的发现颠覆，而每一次颠覆都让我们离宇宙的真相更进一步。天王星的故事就是人类探索宇宙的缩影。我们曾因为视角局限、时机偏差，误解了一颗星球的本质，可凭借着永不停止的好奇和执着，我们终于拨开迷雾，看到了它真实的模样。这颗侧躺运行、磁场怪异、外冷内热的星球，用它的存在告诉我们，宇宙的复杂和神奇永远远超我们的想象。在土星轨道之外的寒冷深空里，这颗淡蓝绿色的星球不再是安静漂流的无名天体，而是一座天然的宇宙实验室，向我们展示着流体物理、行星磁场、天体演化的极致形态。它的每一个特征都在刷新我们对行星的认知，它的每一个秘密都在指引我们探索更遥远的宇宙。我们花了近40年才纠正对天王星的错误认知，而未来我们还会用更多的时间去探索它云层之下、内核深处的更多秘密。宇宙的真相从来都不是一眼就能看清的，它藏在漫长的时间里，藏在极端的环境里，藏在我们不断探索、不断修正的认知里。天王星的故事还没有结束，人类对宇宙的探索也永远不会停下脚步。在这无尽的星空里，还有无数像天王星一样的秘密，等待着我们去发现，等待着我们去颠覆曾经的认知，一步步靠近宇宙最真实的模样。